嗨，你好，我是智辉，好久不见。前几天呢，有发了那个视频，就是关于我们那个域名被美国那家公司给仲裁的一件事。最近呢有结果了啊，给大家报告一下结果。我们决定要放弃这个域名了，要放弃这个 Honeyget.cn 这个域名。其实这个事儿蛮惋惜的。博客呢，我们也做了2年了啊，但是现在遇到这个情况，现在决定放弃了。先讲结果啊。这个事儿来龙去脉呢，我今天想跟大家从头到尾把这个事儿讲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一下，因为我觉得中间还是有一些专业知识啊，觉得听一下还是有好处的。因为经历过这件事之后，其实我也知道了，有很多机构，比如说仲裁机构，还有一些注册局之类的一些机构啊，包括遇到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其实我做网站也蛮久了。之前在视频讲过，我做网站有10几年了，我00几年开始做网站了，那时候就有一个个人主页，很酷的。关于域名啊，我一直认为是说域名谁注册到就是谁的啊，那就是先后顺序嘛，谁注册到就是谁的啊，只要你不是非常非常恶意的去抢注怎样的，你正常的方法去注册一个域名，在我的印象里边，一般都是谁注册到就是谁的。但这一次发生这个事儿，其实也改变了我这个看法啊，就是域名，不是说你注册了就是你的啊。如果说别人有足够的证据的话，也可以仲裁。仲裁失败的话，注册局是有权利单方面把这个域名过户到你这个原告的这个户下名下的啊。这个是这次我得到的结论。关于这个 Honeyget.cn 啊 ，Honeyget.cn 这个东西呢，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做频道的一个起源。先跟大家讲一个这个事儿的一个来龙去脉吧啊！大家知道我们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当时拍的第一个视频啊，第2个视频就是在介绍一个叫小蜜蜂挂机的吧，那个蜜蜂采蜜那个，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它是一个国外的一个挂机平台，一直到现在还在。虽然收益现在已经烂的不能再烂了啊，慢的不能再慢，但是它依然活着。当时呢，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叫小蜜蜂的这个网站，它的网址是 Honeyget HONEYGIN.com。看到这个网站呢，我就当时就拍了几期视频呢，帮他们推广他们这个小蜜蜂，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小伙伴在挂机的啊，我是停掉了因为我之前做过网站，拍了2期视频之后呢，我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类似他这样的一个网站，在国内帮他推广这个。然后因为它是有一个推广机制的嘛，那推广多的话，你的下线多了，你的收益就蛮多的。一直到现在那个其实还可以提现的啊，我其实下面还有很多朋友在玩，你们玩了我其实有收益的。所以呢，整个这件事情我当时就想说，他注册了一个 Honeyget.com， 那我看一下 Honeyget.cn 在不在那就注册了一个 Honeyget.cn， 一搜居然还在这个要死不死的还在啊，我赶紧一注册。大家知道 CN 域名很便宜的，一个 CN 域名32块钱啊，第一年32块钱，当时就把那个注册了。然后呢，就模仿着那个 Honeyget 的那个官方啊，做一个他们的网站，然后就帮他们推广。其实初衷是帮他们在推广这个小蜜蜂的，并不存在什么恶意竞争不竞争的啊。然后呢，做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大概在1个月之后，2020年的2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啊，他们那个官方好像注意到我了，因为我当时那个网站做的跟他们那个非常像，基本上就是把他们那个网站抠下来的，改一改，然后里边下载链接改成自己的啊，他们就发了一个邮件过来，就讲了一下，说你们的网站侵权了，怎样。我说这些人真都不看一下，我做这网站的初衷也是帮你们推广，现在说我侵权，那侵权就侵权吧，当时没有提域名的事儿。只是把我的网站截图跟他们的网站对比了一下，说我侵权了，然后就把那个页面改了嘛。那改了之后就没有再用他之前的页面了。一直到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他们有注意到我这个域名 Honeyget.cn， 当时有提了一下，没理他说$500把这个转给我们，我当时没理他呢，又过了几个月，3、4个月，又发了一个邮件说我们愿意出$1000，然后来把域名转给我。我当时也不想理他，因为我们那时候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 YouTube 已经蛮成规模了，那时候其实也不太缺那$1000啊，所以就没理。一直到7月份，
聊过几次之后呢，他当时说啊，你愿意出一个价格？我当时就说$20,000啊，少了就$28,000，然后少了就不谈了，因为我当时不想转，因为我们这个域名也用了蛮久了。然后一直到7月份他们就委托那个瑞士的那个 WIPO 啊 ，WIPO 我到后来才知道啊，它是一个仲裁机构，因为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嘛，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帮在其他国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类似于像代理律师这样，但它是国际性的，先调解嘛，像法院先调解可以的话就结束，调解不行的话就开始仲裁嘛，仲裁的话双方就要取证据啊，那当时其实已经开始走仲裁程序了，那他搜集了很多证据。从一开始的我们当时网站做的跟他很像，他截图过来，把当时那个附件里边有30个附件，他举了30个证据啊，30个证据就证明说我这个域名是恶意竞争的，恶不恶意我现在也没有力气跟他去争了。大家想一下，我一开始注册这个域名刚刚讲过，就是帮他去推广那个小蜜蜂的，那他不让我做小蜜蜂，我才把这个域名当成博客来做的。他又说我这个 Honeyget 跟我博客内容没什么相关的，站在我自己个人立场啊，我自己没有太多精力跟他去耗这一块。当时那个邮件过来之后，我其实还挺担心的，我担心真的搞过去怎么办？当时打电话有问了我们国内的域名注册机构，就是我这个域名当时在哪注册的，我也找到他说他们只听注册局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随便，他们没有权利随便动任何人域名的信息或者过户给别人，他们只听注册局的。这个所有的注册局其实国际的啊，是国外的，在国外应该是在美国吧。我说那我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当时也是求助无门呐，求助无门。你们要知道，其实我们国内很多律师他都不太懂这些东西啊。我一个朋友就是律师啊，问他半天，他说啊，这种人家怎样，他就站在的。您平时只会打一些离婚官司啊，财产分割，跟域名这块他其实不懂的，所以呢，后来我就问这个就域名，就是我在这个域名机构来注册的这个，先是一个收钱，后来给我转了一个客服给我建议，他就让我打我们国内的仲裁机构，反正就是国内负责这种国际仲裁的一个机构啊，然后那个机构的一个客服负责人员。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我说，那像这种，如果说他们这个叫 WIPO 的瑞士中立机构，他如果条件允许，他有没有权利能够单方面决定这个域名的归属？我们国内的这个仲裁机构直接告诉我可以。WIPO 如果说他认为条件允许的话，就是证据如果充分的话，他有权利来单方面把这个域名直接转到某一个人的名下。或者某一个单位的名下，所以我当时就挺那个的，挺无助的。其实我们个人遇到这种情况啊，一开始刚才讲过了，我们一直认为域名谁注册到就是谁的啊。其实这个注册顺序是这样子，先有 Honeyget.com 就他们那个域名，然后再有 Honeyget.cn 就是我们这个域名。那接下来他把 Honeyget 这个商标也注册了，其实商标注册了。包括他们公司的相关的那个内容，相关的一个软件的名字、软件的一个性质，跟这个域名相关。其实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我有咨询过我们的律师，咨询过我们的那个仲裁机构，他说其实条件对我们挺不利的。所以呢，从一开始非常坚定的要跟他干到底，跟这个 Honeyget 这个公司干到底啊。然后到后来的也听了很多网友啊，包括在电报上也有很多非常热心的好朋友给我们了一些比较中肯的建议啊。他是说，智慧啊，你其实还可以就是静下来好好想一下，这个域名到底对你有多重要啊？你跟他这样耗下去，时间精力其实都是成本，你要考虑一下啊。这个域名可能对他们比较重要，但是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你耗下去，而且现在目前的话，看起来它的证据还蛮充分的啊，就是刚才不是讲了有30几个附件来证明他们很需要这个，我跟这个域名关系不是很大啊。那这样情况下，其实我有请教了我们那个仲裁机构的律师，他是说其实对你挺不利的啊，你如果跟他耗下去的话，到最后呢，他赢了你输了1分钱没有啊，1分钱都没有。那如果说你可以综合考虑一下这个域名到最后是不是有必要留下来，还是说可以适当的和解？和解的话就是他出钱，然后你卖给他
啊。然后呢，我也想了几天啊，然后就决定放弃了，就是和解吧和解吧。其实因为我考虑到这个域名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没那么重要啊，无非就是我们就换个域名就好了啊，换个名字就好了。以前叫 Honeyget3，其实我有很多域名的啊，有很多域名的。我们接下来的博客就用 a169.org 这个网址来访问，我也写在底下了啊。然后昨天呢，这个 Honeyget 的官方有发了一个邮件啊，他说啊，通过我们多方的一个协商，接下来我们将以$3500转让费来成交这个域名，所以我也同意了啊，给了一个平台，域名交易平台。那个域名交易平台，等下我也放底下，大家也可以去学习一下。所以通过这件事，其实我还学到蛮多东西的。以前我不太知道域名交易的具体的一个步骤啊，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有个域名交易平台，你看是买或者卖，我当时写的是卖嘛，然后把域名写上去，价格一标，然后提醒谁来买，就提醒他的邮件嘛。点完之后呢，他会接到一个链接，然后点来付款到这个域名这个交易机构，交这个交易机构之后这边，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做一系列就是过户的一个手续啊，相关信息我全部要写上去。写完之后呢，那边确认好之后，这个平台就会把钱就打到我这边，是用电汇的，可以选电汇的啊。所以国内的银行卡也是可以在这上面去交易的。那整个事情呢，现在以目前的话已经开始走程序了，我都已经提交那个过户的申请了。所以到现在这件事呢，也真的给我们上了一课啊。我以前一直认为说域名谁注册到就是谁的，但现在的结论就是不是的啊。如果对方有足够证据的话，真的可以把你这个域名弄走的。包括以前我也认为说这种跨国这种官司啊，离我们好像挺远的啊，离我们挺远的，所以呢，我们就没太理他。现在看起来并不远啊。如果说我这次不应诉的话，他也就默认为我放弃了，那他完全可以单方面的把域名转走，然后我1分钱拿不到。那目前就是有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域名就过户给他，就卖给他啊，$3500啊，其实想想也赚了不少了啊。域名注册的时候就35块钱，续费续了4年啊，不到200块钱，$3500下来也有2万多块钱呢，可以了。这个也算一个见好就收吧啊。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靠他这个域名发财怎么样，他狠狠的敲他一笔啊。只是我觉得我们国内啊，包括我啊，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对这类官司之类的东西可能大部分都不太熟悉，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怕麻烦啊，怕浪费时间，所以就一直没有太把这个当回事儿。遇到这个事发现太多事情了，太多麻烦了，到最后弄不好，你请律师是吧？或者你直接请这个 WIPO 的答辩小组，就要付$1300，$1400给他们，然后到最后一输，然后他的钱你还要出。所以综合考虑的下啊，也采纳了我们这位网友的一个建议啊，他也说，所以现在我最终决定就是把这个域名就转给他啊，接下来我们就来换域名就好了啊。今天这个事儿就给大家报告一下，反正也长知识了啊，吃一亏长一智，以后我们就注意就好了。好了，那今天这个就讲到这边啊。海哭的声音，盘踞着谁又背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